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好，大家好哈，今天我跟各位介绍这个 2.0 的新功能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 2.0 如何解决权限控制那一些问题了。那 2.0 更新还有什么新功能呢？就是这个 Chat 啊，N8N 出了这个 Chat， 这个 Chat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聊天视窗的意思哦。你可以把它开一个新网页进来看看，开进来就是这样哈。那这样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等于 N8N 已经做了一个单一的使用者界面给使用者去进行人机互动了，这样。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呢，我在第25集的时候有教过各位哈。我在第25集的时候教过各位如何去串接这个 OpenWeb UI 哈，去做这个人机互动的界面，这样其实就是 ChatGPT 这种界面就对了啦哈。那现在呢 ，N8N 自己推出来了这种人机互动的界面哈。那这边呢是可以选择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哈，你自己看你要用什么大型语言模型。那我们选了，我现在用这个是 OpenAI 哈 ，OpenAI 啊，那我们就可以马上跟它对话了。那当然前提是你这里呢已经有这个 credential 了哈，就是你已经有内建这个，你在 N8N 里面呢已经有用过这个 ChatGPT 的 credential， 所以它自己就会读了哈。那你如果没有这个 credential 呢，你记得要新建一个 credential 哈，你要新建一个 credential， 这里 create new credential 才有。那你如果已经有了呢，就不用了哈。好，那我直接来对话一次给各位看哦。有没有？它就可以类似这种 ChatGPT 这样，就马上去回答你，然后回答的界面是这种很清晰的人机界面，有这个使用者视窗的界面。那除了这个应用哈，最主要的呢是还有这2个应用，一个呢是你可以在这个你的机器人下面呢，这是你的机器人，你自己创一个名字，然后描述你可以写可以不用写，主要是系统提示词这样。那你就可以去增加这个 tool， 就是工具就对了。那这个 tool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这种下面的这个我们 N8N 这个工作流有没有？这个 AI agent 下面的 tool 其实就是这种 tool 这样。那目前因为是测试版哦，是 beta 版，所以呢这个 tool 呢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只有2种，一种是 SER API， 这是 Google 的搜寻引擎，就是可以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的功能这样。那你打开，然后 create new credential 就可以了哈。那主要呢 ，Google 搜寻引擎要付费啦，这个有兴趣的在这里去尝试。那这个 Gina AI 呢，我们在第6集有教过各位了哈。Gina AI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网页爬虫的 API 哈。一样，你如果有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选了哈。那如果没有，就是 create new。然后呢，这个 API key 在哪里呢 ？API key 我在第6集有教过各位，就是你网页滑下来了，这里复制，然后再贴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网页搜寻呢，这个 URL 的爬虫呢，这个 URL 爬虫要怎么用呢？哈，
其实很简单哈。比方说，我现在问他哈，我要给他去爬这个故宫博物院哦，这里有故宫博物院哦，啊，我问他呢，给我故宫的介绍哈。啊，完全没有问题哈。他这样就直接跟我说，我们来看资料，对不对哈？地址正确啊，地址正确啊。然后呢，时间呢，我们来看啊，周二、周日哈，没有错哈，正确。好，开放时间正确哈。然后呢，还有这些展览活动典藏研究，这个也都有哈，这个都有。展览活动典藏研究，这个都有哈。那它还有一个应用哦，就是这个 workflow， 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呢，你的 workflow， 你这个 workflow 做好之后呢，你可以 publish 哈 ，publish， 然后你就可以去在这个前端这里呢就呼叫去使用。那我这里一样用 RAG 做翻译哈。首先呢，我们这个 message 这里要打勾，打勾之后，你必须要帮你这个 workflow 的机器人命名哈。那我就写 my RAG。那你命名完之后呢，你要 publish 哈 ，publish 之后呢，你在 workflow 这个 agent 这里，它就会出来了哈。那你如果没有 publish 这个 agent 这里是不会出来的哈。来，我来给各位看一次啊。如果我按 publish， 我关掉了哦，有没有？这样你是看不到的哈。所以呢，你一定要 publish 哈。publish 呢，然后你再重新整理，这样就看得到了哈。然后呢，注意哦，你这个 agent 的名字呢，你是命名在这一边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字了哈。好，我们就可以点下去直接使用了哈。然后像我这个呢，就是植物百科全书哈，那我就可以直接问他植物的相关问题哈。好，这样呢，他就回答我了。那他实际上呢，就是去执行这个 RAG 的工作流。那我们也可以来核对哈，我这个到底回答的对不对？哎，没有错哈，一模一样的哦，是没有错的哈，哎，对，没有错，一模一样的。那这样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人机互动界面了哈。那因为这是 beta 版的哈，主要是它 tool 的工具还不够多啦哈。不过 workflow 这个暂时用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这样去测试，目前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就是 2.0 的新功能啦。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再自己去尝试看看啊。那关于这个 Joomla 的 API 哈，关于这个 Joomla 的 API， 又或者是这个以前呢，我们是怎么串 OpenWeb UI 哈？想知道的呢，再自己去看我以前的第6集和第25集哈，这样。好，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